关注大度也白富，没有之一。14寸的机器又拉到一个层次，可以了吗 ？What's up？ 我是大度。众所周知啊，我作为一个 ROG G boy 啊，每一次看到 ROG 的幻系列的电脑的时候，就有点像云南人看到野生菌，容易中毒。在去年我用过的一众笔记本里面留下的主力机就是幻14，而这台幻14 Air 在我的手里面已经待了2个多月了哈。提前总结一下，这台机器就是现在14寸全能本里最强的机器，而且没有之一。第一，外观、屏幕、外设、接口和重量。这次我并没有去买我喜好的那个白色，因为我看了几个评测，我觉得都是这个黑色更显高级感。实际到手，黑色版本在干净的时候，质感真的很深沉啊，就像块精雕细琢后没有瑕疵的方形巧克力一样。A 面的灯带算是这次 ROG 为数不多的骚气点了。习惯了 ROG 以前的骚机，它突然变清纯了以后，突然一下有点不习惯了。不过黑色版本几乎做到了不粘指纹，好像还是有一点点，但是连我这双经常被婷姐吐槽的汗手，对这台机器都是可以随便摸的。唯一需要操心的就是黑色机器比较显灰尘，擦吧那就。壁面是玻璃覆盖的屏幕，下巴不到1指，左右巴极窄，上巴还集成了人脸识别，实测解锁的速度也是飞快的，是无 N 机器上面少有的让我觉得能和苹果解锁速度媲美的。旁边的摄像头和麦克风表现如下，最高是能拍1080p 60帧的，如何？这个画质、音质。屏幕部分16:10的比例，分辨率是2880×1880，接近3K 的分辨率，在14寸机器上面的显示精度是很高的。默认模式实测最高亮度可以跑到400尼特 ，HDR 模式下能跑到430尼特，不顶着太阳在户外用还是可以的。标准色彩模式下，色域覆盖达到了丧病心狂的100% sRGB 和100%的 P3 色域，还有97%的 Adobe RGB。你们知道97%的 Adobe RGB 意味着什么吗？就意味着它有97%的 Adobe RGB， 这个屏幕素质已经是可以跨进专业的那种修图屏幕的范畴了。当然，像我这种业余爱好者级别的那种摄影修图是完全没得任何问题的。加上 OLED 极高的对比度的特性以及玻璃面板的加持后，用14 Air 看高品质的资源时，画面的通透度和色彩表现都是我近期用过的笔记本里面最好的。即使有之一，也只能是它的大哥幻16 Air。而且这台机器，如果我们考虑到它的这个巨炸裂的音响以后，这台幻14 Air 就是目前 Windows 14寸的笔记本里面影音娱乐体验最好的机器。键盘部分，机器的布局就是14寸的常规布局了，背光很均匀。要是能给单键的 RGB 就更爽了。ROG 还给了顶上的4个快捷键，相比其他的14寸本子，应用性要更强一些。加上按键的键程并没有因为机器变薄而压缩，依旧保持了和之前的幻14一样的质感。按压和回弹都是 T0级的表现，不用外接键盘。这篇稿子接近3000个字，就是用它写的。触摸板的面积在14寸本子里面有点过于大了，接缝也控制到了极致，触感丝滑的压背，我的汗手也能自如的操控。按压的声音足够清脆，没有杂音，力度也控制的很舒服，甚至比我用过的绝大部分16寸机器的触摸板还要好用。我为这个结论负责。几个细节，掌托的边缘倒角做了圆滑的处理。我每一次笔记本的视频都要强调，这个掌托不割手啊。对于长时间码字的人来说，它可以排在需求的前3。听懂掌声。掌托的材质也不粘指纹，触摸板的话会有点流手汗，但是属于是可以轻松擦掉的那种，算是彻底打消了我对 ROG 机器粘指纹的顾虑。还有一个小设计就是它的这个上盖并没有给任何外凸或者是内凹的那种丑陋的设计来进行所谓的单手开合，这个我就不点名了。14 Air 很巧妙的让上盖向内凹陷，合盖的时候与掌托不是纯平的，而是向内凹出了一个夹角，可以随意单手开合，并且这样做就让机器的俯视图看着很有秩序感，非常聪明的设计。I 来自大度，并且这种秩序感是贯穿了机身的每一处的，越用越觉得幻14 Air 的设计是有点东西的。接口部分也是炸裂，2个实际速率的 A 口，一个实际的全功能 C 口，一个40级的 C 口，一个全尺寸的 HDMI 2.1
以及一个 TF 卡槽。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格，在14寸本子里面已经是顶级的表现了。但是这次我其实并不想多聊接口，我想聊什么呢？它的这个方形充电接口，除了可以随意正反插以外，在造型上比老款的密集恐惧症的接口一下就板正了很多。在外观设计上，最后要聊的一点呢是它的重量。我们先不要着急电臀啊。目前市面上这种 R9 加4060的14寸的轻薄本机器，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一个配置哈。上一代幻14在我手里面待的时间是最长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三维重量控制的很好的同时，能够给一个很好的性能释放。幻14 Air 又在23款本就很少的基础上，把重量又再下降了200克左右。带4060独显的机器，并且还是玻璃覆盖的屏幕，能够做到和14寸核显轻薄本几乎相同的重量。说这个牛逼！适配器也仅有558克，加在一起刚好2000克的旅行重量。我一般不推荐把笔记本放进单肩包，但是幻14 Air 已经 Air 到了我能够随意背着单肩包走了，再柔弱的女生背起来也不会费力。退了吗？第二，性能。先说生产力部分，就聊我平时经常会用的 Lightroom 修图以及 PR 剪辑视频。剪辑部分，我用的史比特422的 4K 60帧 H264的素材来测试，在 PR 里面全分辨率预览完全没有问题，2倍速也没有问题。因为这台机器是出厂32G 内存的，我对这个 4K 序列进行剪辑、调色、效果、字幕等等操作都很少遇到卡顿。所以就我自己目前的这个剪辑的需求啊，幻14 Air 在14寸的本子里面剪辑的表现，我觉得能够算得上是T0梯队了。导出一个5分30秒的 4K 30帧40兆马流的成片，14 Air 耗时也仅用了141秒，甚至干过了之前测试过的很多满功耗的16寸的游戏本。这他妈可是14寸的机器 ！Lightroom 就更不用多说了，104张2400万像素的 RAW 格式图片，放到软件里面批量调色、复制属性、裁切啥的，基本遇不到卡顿。毕竟32G 内存嘛，这些照片我估计得再翻个倍才能够遇到瓶颈，就不多说了。游戏部分，赛博朋克2077全高画质，光追次高 ，DLSS 次高 ，2K 跑到45帧，1080P 跑到64帧，开了 DLSS 3之后，2K 可以跑到66帧。地平线5全高特效，高光追 2K 跑到74帧，1080P 跑到90帧，不插电用核显的情况下，1080P 中画质可以跑到69帧。网游部分 ，CS2 同样采用死亡模式模拟对战，全高画质下 2K 画质能够跑到140帧左右。英雄联盟最高大值花篮斗 2K 画质能够跑到164帧左右。理论跑分测试还是和以前的机器一样，我们把机器开到了增强模式，开启独显之联，机身垫高，快速过一遍跑分。AMD 的 R98945HS 在 R23 单核和老款的7940HS 基本相同，都是1770分的水平，多核16452分，比老款低了6%。DimeSpy 测试4060跑到了9836分，核显跑到了2849分。第三，散热、扩展和续航。散热部分，单烤 CPU 10分钟能够稳到61瓦 ，GPU 单烤10分钟能够稳到接近90瓦，双烤10分钟 CPU 稳在20瓦 ，GPU 80瓦，共计100瓦。对比23款的幻14，这台机器的解热性能是要低一些的，但是换来的呢，除了这个极其优秀的重量以外，人耳位置的噪音也安静了一大截。顺带说一句啊，这台机器在安静模式下关闭独显，进行一些码字啊、上网的轻负载应用的时候，我觉得是这台机器不管是外观质感还是使用质感，都直接又拉到一个层次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它的风扇是零转速，键盘的温度也仅仅是和人体温度差不多的36度左右，再结合轻巧的身姿和精致的范儿，拿到麦克大军占领的咖啡店也不会觉得这个14 Air 有任何的不妥。我送小度去学跳舞嘛，经常，然后以前我是直接送了以后就回家，然后后面又再去接，但现在我真的就是送了小度以后，楼下就是咖啡店，然后我就在咖啡店里面带着这台机器在那儿写2个小时的稿子，不开玩笑，我觉得要比在工作室待几个小时的那种工作效率以及精神集中的程度要好很多。有一个小细节需要提醒一下，就是14 Air 的这个部分和这个部分啊，键盘它是会辅助吸风进去，帮助机器降温的。这样的做的好处吗？显而易见就是让键盘的温度更低。
但是如果你要进行高负载使用，比如说打游戏或者是剪辑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合上盖子，然后就放在架子上，外接显示器去使用，这样子对于散热是有影响的。扩展欣赏，机器原厂32G6400兆赫兹的内存跑分如图，1T 的固态跑分如图。这套内硬对于我的场景来说，除非是剪辑8K 视频，要不然几年内都是够用的。续航部分呢，就是 AMD HS 机器的强项了。我把它关闭独显，开启省电模式，用它写稿的同时开微信、网页、思维导图以及外放听歌，工作了5个小时，掉电了73%。稍微反推一下，我这个工作强度，坚持6个半到7个小时左右没有问题。然后顺便给没有关注我的朋友讲一下，就是我在测试续航的时候，我是基本上不用那种续航测试软件的啊，因为我觉得那个不符合我自己的工况。所以说我的这个工况是这样子，如果你的工况和我一样的话，那是可以当做一个参考的。也就是说，刚才的这个续航成绩，你把这台机器带到外面去用一个白天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啊，实在不行你就带个100瓦 PD 充电嘛。第四，总结这台 ROG Phone 14 Air 的总结啊，其实写起来要比那个16 Air 要简单得多，因为啊，在这个尺寸和重量内，其他的厂商几乎是拿不出来可以和它对位的机器的哈。再加上14 Air 要比16 Air 还要便宜了1000多块钱，所以如果你是那种非英特尔 CPU 刚需的话，那我觉得就这个换14 Air 了吧，不要纠结了，因为它的性能、屏幕、外放、外设、机身质感和轻薄的表现，在14寸里面真的是找不到代替品。便携性拉满会让我和机器不用天天待在室内，我背着出差或者是外出使用，没有任何身体和心理的负担。对于我来说，能够这样子就是无担忧的使用啊，是很戳我的鸡皮的。现在618期间你随便打开看一下，比如说京东啊，现在已经回到了10499起的一个价位，特别是像那种毕业生，你未来是想去修这种设计类专业的话，那这个14 Air 你真的可以考虑一手，因为它目前就是独一档。OK， 这就是我对这台来自 ROG 的Phone 14 Air 的2个月使用体验了。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不懂的，欢迎发弹幕或者是发评论，我都会回复的。然后这期视频也做得特别的辛苦，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不要吝啬您的点赞、关注、3连，这样子对我真的很有帮助。如果你们还想看更多好玩、好笑又骚气的科技数码视频，请一定记得要关注大度，夜夜暴富。OK，Peace。